Watch Ultra 来了，欢迎大家今天来听我 Apple Watch 的故事。首先，我要让大家看我的第一只 Apple Watch， 这一只 Apple Watch Series 3，现在已经被我摔坏了。为什么我会把它摔坏呢？原因是因为我太常用它了。这只手表非常的顺，当时我都还在使用 Android 的手机，然后就会卡顿，都会接不到电话。自从我有这只表了以后呢，我发现我的讯息都可以看得到，用起来非常顺。我可以来侦测我的跑步、骑脚踏车，甚至我在打网球的时候都有专门的 App 可以使用它来做侦测。这只表就把我从 Android 的手机系统带入苹果的生态圈。当时我使用的是这两只，一只是 Samsung 的 Note 5，另外一只是 Samsung 的 S7 Edge， 这两只都是非常棒的手机。首先这一只 Samsung Note 5，那么大的荧幕情况下，边收的还蛮窄的，在这么紧凑的机身里面，它还藏了一支笔，上课的时候可以做笔记，快速的写笔记，记录我生活的内容。这支 S7 Edge 更厉害了，屏幕折到边边，接近快90度的折角，非常的窄，屏幕非常的大，上下额头控制的非常的小。当时 Samsung 的外观非常的棒，屏幕很大，重量也蛮轻的，所以我蛮喜欢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 iPhone 屏幕大小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它的外框很大，而且上面的白边、下面的白边都很大，机器有点肥，屏占比没有那么高，所以当时我没有非常想要使用 iPhone。因为这支 Apple Watch 让我开始进入了 Apple 的移动生态系统，开始使用 iPhone， 是使用 iPhone 来做很多录影。当我录影的时候，因为我看不到自己，把 Apple Watch 把它贴在上面，摄影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自己了。但是因为我的表带没有绑好，所以我的 Apple Watch 就悲剧了，掉到地上，屏幕就碎了。2020年，全世界过了一个非常差的一年，因为 COVID-19。这时候 Apple Watch 推出了一个新的非常厉害的功能 ，Apple Watch 终于可以侦测血氧浓度了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只 Prada Red 的 Apple Watch Series 6，它又更顺了，屏幕也有变大，再来它可以侦测血氧浓度，非常大的提升的升级。红色的铝合金非常好看，单圈的表带非常舒适好戴，只要套上去，不用担心它会像之前 Apple Watch 没有戴好就掉到地上产生悲剧。2020年，我把我所有装置全部都换成了 Prada Red， 这支 Apple Watch、iPhone 的皮革保护壳、MagSafe 磁吸卡套、AirTag 的皮革壳，通通都是红色的。问题来了，今年 Apple 推出了 Apple Watch Ultra 里面的这个玩意儿，但它是橘色的。从苹果变橘子了，怎么办？所以我就赶快去找我身边所有橘色的东西。拖鞋橘色的，还有我用了10年的硬壳包也是橘色的。看来过了2年，我要把所有我的装置全部都换成橘色的，这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啊！理所当然，你今天一定会知道，我们的 Apple Watch Ultra 也是买橘色的。那就让我们开始来开箱吧。我们来讲一下今年的 Apple Watch 的商业策略非常的正确。第一点，电池容量。像我这次 Apple Watch， 它大概使用时间就是1天，过了2年以后，它的电量消耗得非常快，有时候半天就没有电了。我们原本想说 Apple Watch 每一年都会逐步的更新，让电池的电量慢慢的加大，但是苹果要你加更多的钱，你要更好的电量，你要2天的电量，加钱买 Ultra。再来 Apple Watch 第二个问题，我要看起来最新最酷的 Apple Watch。我们原本想说，在 Series 7的时候 ，Apple 就会把 Apple Watch 从圆的改成方的，但是没有，你必须加钱。在去年的时候，钛合金版本的和不锈钢的版本长得都是一样，都是圆的外观，只是材质上的不同，造成了很多人看到了钛合金版本把斯文的设计，以为是铝合金的版本，这样子就让这些高阶的 Apple Watch 买的人，他多花了1万多块买了一只钛合金的表，居然没办法一眼就看出来，这就是个问题。所以今年要有新的模具，你必须得加钱，你要买 Ultra。第3点，苹果在高阶的 Apple Watch 使用的是蓝宝石玻璃的表面。蓝宝石玻璃的表面有一个问题，它的反射度比较高，所以在同样的亮度的荧幕底下，蓝宝石的荧幕就会看得比一般玻璃的还要不清楚。你想要看更清楚一点吗？我们就给你更亮的荧幕，但是你必须得加钱，有2000 nits 的荧幕哦，你必须得加钱，你要买 Ultra。
今年苹果非常聪明，它解决了你 Apple Watch 的3大痛点，但是你必须得加钱，你必须买钛合金的 Apple Watch Ultra。那我们就赶快来开箱吧！
这次的表带一节一节的，像是减速带一样，还有一些阻力，我们要一节一节把它拉过去，最后用 G 扣把它扣起来。比较一下 Apple Watch Ultra 跟 Apple Watch S6 的外观差异，49毫米是有包括外框的，屏幕大小有提升，但是没有提升到那么大。接下来我要开始来配对我的 Apple Watch。首先，它会跳出一个框框，我们不要把这个框框用萤幕去对我们的手表表面，因为萤幕是没办法扫到手表表面的。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摄影机去扫描我们的表面，这样子就可以开始连接了。我们现在进入了连接的动画，表会戴在左手。我们同意使用者条约，这边他会问说要不要提供你的手表资料给苹果来增进手表功能，我们选择不要。再来，我们帮我们的 Apple Watch 加入个人的 passcode， 我们选择自己看得清的字体大小。这边他提到，他充电会依据使用者的使用习惯对电池做最佳化，这样子你的 Apple Watch Ultra 就可以用的比较久。这边是一些基本的个人健康资讯，这边会询问你要不要开启路线追踪，我是选择开启的状态。他会询问你要不要开启一些通知，例如说像噪音、心脏健康度、高心跳、低心跳等等，并且询问你有没有使用心脏病等等的用药。在安全方面 ，Apple Watch Ultra 提供了 SOS 功能，以前就有的跌倒功能，这次新加入的车祸功能，还有声音非常大声的警示功能，可以走回过去路线的 Backtrack 功能。我们直接继续。Apple Watch Ultra 是自带有电信功能的，我们只要透过电信商的开通，我们就可以使用打电话功能、接电话的功能。我个人目前是觉得这个功能还好，所以我没有选择打开。我们继续。再来是 Apple Pay 的功能，我们之后再设定。这次 Apple Watch Ultra 多了一个按钮，可以自定义成很多你自己想要用的功能。自己个人是把它设定成 Workout 运动的侦测，按一下我就可以开始说我在骑脚踏车还是在室外走路。这个按键可以加入一些功能，比如说像是地点、计时功能、新增地点、新增路标点功能、找寻过往路径的功能、潜水，甚至是闪光灯的功能。这只表还加入了你只要进到水里面，它就会自动帮你侦测你现在在水下几公尺的功能，并且提醒你在潜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。这只表是有水显萤幕的，所以你的萤幕会随时随地都会显示资讯。在 App View 方面，因为我过往都是使用一个一个小小的 icon， 好像找不到东西，这次使用表单的功能，搭配 Digital Crown， 我就可以用表单迅速的找到我要的 App。Apple Watch 正在同步的过程中，我们看一下 Apple Watch S6 跟 Apple Watch Ultra 的差异。
们看到这一次钛合金旁边有突出一块平整的钛合金，这是因为当我们在使用 Digital Crown 的时候，我们手指要去做滑动，这块钛合金就可以辅助我们来做手指的滑动，直线滑动。一般版的 Apple Watch 是没有这个辅助的，用 Digital Crown 的时候，有可能手就会滑掉，起到一个辅助的功能，同时也保护了我们旁边的按键，攻击的时候不会直接伤到按键。我们设定完成，快速的来做一些手表的操作，试试看它有什么新的软体功能。指南针的界面是新的，非常的酷。在指南针里面，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把现在的位置加入最爱。那我们标定点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快速的选择颜色跟 icon， 我们就可以标定一个地方的点，这样就排除了我们需要复杂的去用键盘输入这个位置的名称。我们只要用颜色跟 icon， 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我们现在标定的位置大概是什么地方。Backtrack 的功能，我们之后会详尽的为大家来做测试。这边是我今日的健康环，在室内，萤幕的亮度其实没有非常明显，亮很多。我们之后在室外再看看亮度会不会明显提升。但是这个萤幕非常的透，看起来很舒服。这是新的 Apple Watch Ultra 有新的 Apple Watch 表面哦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的地球的动画表面。再来有人物深浅的人物表面。还有这次最新的 Wayfinder 的位置找寻表面 ，Modular 的工具表面。这次我们只要把 Apple Watch Ultra 往上转，我们的表面就会从一般颜色变成红色。在户外完全无光的情况下，可以大大降低我们眼睛疲劳的程度。这边我把灯关掉，给大家看看这个感觉，红色是不是就让眼睛非常舒服？有其他颜色都会非常刺眼。这是地球的动画表面，非常的好看。我们转动 Digital Crown 就可以看太阳跟地球相对应的位置。我们可以前进好几天，也可以返回好几天。苹果巧妙的避开了大气的资料，没有云图资料，你就不会觉得说，这个云图是不是正确的，避免掉天气预测不准确的问题。再来是工具的表面，我之后会详细的来做测试。我的 Apple Watch Ultra 来了，耶！